讲到圣基茨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卖护照的加勒比国家。但其实你不知道，在卖护照之前，这座岛350年间只出口过2种东西：甘蔗和护照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圣基茨的故事。圣基茨全名圣基茨和尼维斯，由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岛组成。过去350年来，这座岛只做一件事：把能卖的东西换成明天。他先卖甘蔗换了大部分人的自由，300多年后又用卖护照的钱买回了自己的国家。那本深蓝色的护照到底是一门生意，还是有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？答案要从400年前那场屠杀说起。时间回到1626年，英国人和法国人先后登陆了圣基茨，很快达成了协议，把这座岛一分为2，各占一半。但要真正完成分岛，他们得先解决一件事：岛上的原住民加勒比人，也叫卡利伯人。殖民者上岸后步步逼近，加勒比人感觉到危险，暗中筹划反击，却被内鬼出卖。殖民者决定先下手，他们假意设宴，灌醉酋长 Teglemanday 和族人。夜深之后，英法联军潜入加勒比村落，在睡梦中屠杀了100多人，连酋长本人也未能幸免。第二天，幸存的加勒比人试图反击，却被逼退至海岸。殖民者在那里围剿了2000多人，血把河水染红，据说整整3天没变清。那条河后来被叫做血液之河 （Bloody River）， 那个海岸则叫做 Bloody Point。1640年，幸存者被强制迁往多米尼克，原住民的血脉在这里断绝，岛上再也没有自己人。岛空了，但殖民者没有让它空置太久。屠杀结束仅7个月，第一批非洲奴隶上岸。17世纪的伦敦，糖是白色的金子，1磅蔗糖等于熟练工人1周的工资。谁有糖，谁就像在印钞票。于是，这座168平方公里的小岛被改造成一台机器，人进来，糖出去。砍甘蔗、运甘蔗、榨汁、熬糖、装糖，每一步都是血汗换成的糖。道路围着糖厂修，港口只为运糖开。土地被甘蔗锁死，国家没有第2套系统。这台机器运转了整整350年。1983年9月19日，圣基茨的尼维斯独立，人口只有4万多，产业几乎只剩糖。医生出身的总理肯尼迪·西蒙兹在52国代表面前说：“与其说我们终于自由了，不如说在被英国管了360年之后，我们再一次自由了。但自由是一回事，活下去是另一回事。英国管了360年，只留他一个本事，让甘蔗顺利出海。糖价在跌，圣基茨和尼维斯接到的是一个国库在失血的国家。1984年2月28日，独立刚满5个月，圣基茨和尼维斯公民法生效，核心很直接。对国家有重大经济贡献，政府就能授予公民权，不需要居住，不需要语言考试，不需要文化认同，没有所得税，没有赠与税，也没有遗产税。这不是灰色交易，是走投无路下的国家续命赌注。全世界第一个正规立法出售护照的国家，比美国 EB-5 早6年，比加拿大投资移民早9年。它不只是买明天，它是赎回被殖民者从他身上剥掉的明天。40年来，这句话没变过。你拿钱，国家给护照。2005年，最后一车甘蔗驶入糖厂，350年的糖业史走到尽头。很快，瑞士律师 Christina Kalin 和 Henry Partners 进场，把一条法律包装成全球富人能理解、能购买、能排队申请的产品。从那以后，圣基茨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护照之王。法律条文取代了种植甘蔗的土壤，用主权信用取代了糖的甜味。但巅峰之后，危机又逐渐浮现。过去10几年，这顶护照之王的名声受到多次挑战。2014年，美国 FinCEN 发出警告，圣基茨护照被伊朗国民用来绕过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。2022年，连总理 Sean Richards 都公开承认，他不知道 CBI 到底为国家赚了多少。2024年，在圣基茨拍片的电影公司 MSR Media 在美国提起了 RICO 诉讼，指控政府官员以远低于法定的价格出售护照，并勒索其创办人 Philip Martinez， 揭发与中国地产开发商合伙贱卖护照的内幕。护照之王的招牌被强行撕裂，这些旧账一点一点被刷黑。于是市场开始变形。2020年到2025年，圣基茨的护照之王地位逐渐让步了给多米尼克。多米尼克更便宜，审核更稳定，速度更快。而圣基茨身上的贵不只是价格，还有过去那些被看见的污点。市场很现实，当你把国籍变成商品，就要接受商品的规则。比你便宜的就更受欢迎，比你干净的就替代你。圣基茨从开创者逐渐退居第2。转折出现在2022年上台的新总理 Dr. Drew 手里。2023年起，圣基茨抬高底价，
加入强制面试、引入居住要求，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申请者，打击低价销售，强化独立监管。2024年到2026年间，圣基茨投资入籍的申请大幅下滑，经济再度受到冲击。然后在2026年的2月24日，美国财政部 FinCEN 撤销了2014年对圣基茨的警告，这个4万人的国家再次赢回了一点骨气，也在2025年回到了 CBI 护照排名冠军。从原住民的鲜血到甘蔗田的汗水，再到今天的快速入籍，400年间，圣基茨一直在为了明天奋斗。河水早已变清，但交易的逻辑没有消失。圣基茨从一个因糖而生却又因糖而灭的国家，蜕变为全球快速入籍之国。不但改写了4万人的明天，也让全球取得英联邦圣基茨护照的家庭拥有了不同的命运。2025年，全球 CBI 产值已经到了30至50亿美元，而这一切都从一个甘蔗园开始。1640年，从圣基茨幸存的原住民血脉往南逃了250公里，抵达了一个由火山岛组成的国家。这个国家跟英国打了200多年的仗，最终成立建立了自己的主权，但也走向卖护照的命运。这个国家叫多米尼克国。下一次我们讲多米尼克国的故事。